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古风剧制《桃花酿江山》定档0625，国风盛宴来袭。人生如一出折子戏，各扮角色，粉墨登场。恰如私言，近来荧屏上那些古风剧亦是如此。这厢一部号称绮丽国风会卷的电视剧《桃花酿江山》业已敲定档期。择日将于各大网络平台联袂献映，宣传文案可谓是语不惊人死不休，诸如诗意江湖边隅，家国情怀缱绻，儿女痴情婉转云云，字里行间撩拨人心，令人顿生几分兴致。魁诸剧情梗概，实则以一味桃花酿味饮，勾连起酿酒作坊内部的尔虞我诈，以及那腥风血雨的江湖纷争。置景方面，力求精雕细琢，以期达到人在画中游的意境。漫山遍野的灼灼桃花，古色古香的客栈酒肆，无不试图展现那份独属于东方的写意之美。至于演员阵容，亦是不容小觑。传闻其演技精湛，能将侠客的铁骨铮铮与绕指柔情悉数呈现。乍听之下，是否觉得此剧定能一鸣惊人？然则吾辈尚需审慎以待，切莫为那浮夸之词所蒙蔽。近些年来，古风剧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然真正能于观众心中留下深刻烙印者，又有几何？犹记得数年前风靡一时的传乎？彼时亦是鼓吹还原史实，制作考究，而最终呈现于观众眼前的，却是剧情之狗血，服化道之雷人，落得个骂声载道的下场。再者，那些动辄号称斥资数亿的古风剧，果真将巨额资金用于刀刃之上了吗？亦或仅仅是用以堆砌流量明星，罔顾剧本的精雕细琢？恐怕是后者居多吧。缘何古风剧频频令人大失所望？究其根本，实乃创作者之浮躁与急功近利所致。他们蝇营狗苟，汲汲营营于如何博人眼球，如何快速攫取利益，全然无视对历史的敬畏之心，以及对传统文化精髓的深入挖掘。以这部《桃花酿江山》为例，其所标榜的以酒为饮，以山河为卷，听似格局宏大，实则与那些徒有其表的古装偶像剧又有何异？无非是新瓶装旧酒，上演着那些陈词滥调的卿卿我我与刀光剑影罢了。当然，吾亦非一概而论，否定所有古风剧的价值。譬如《琅琊榜》《长安十二时辰》等佳作，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，实因其秉持着对历史的尊重，以及对文化的敬畏，潜心讲述引人入胜的故事。那么，吾辈应以何种姿态来审视古风剧呢？首先，务必保持头脑冷静，切莫为虚张声势的宣传攻势所左右。其次，需具备一定的鉴别能力，辨识该剧是否诚意之作，是否真正尊重历史文化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吾辈应深入思考，缘何古风剧会如此风靡？是因为吾等真心热爱传统文化吗？亦或仅仅是在藉此逃避现实，沉溺于虚构的幻境之中？归根结底，古风剧不过是一种消遣娱乐的方式，它既不能取代吾等对历史的探究，亦无法解决吾等在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困境。吾辈应以理性的态度待之，切莫过度沉迷其中。但愿《桃花酿江山》能够给吾等带来惊喜，更期盼古风剧的创作者们能够真正用心创作，莫要辜负了观众的殷切期盼。须知，文化传承并非儿戏，需要吾等每一个人都以审慎之态度待之。与其沉溺于虚构的江湖，不如脚踏实地，戮力同心，共筑吾等之美好家园。此方为吾等所应追求的真正国风盛宴。